The day of the zombie is already broken. Wake and face the light or slumber into oblivion. Zombie protocol was in effect. 1700至1800年，英格兰因全球贸易的成果而富裕。他们不仅从殖民地带回了丝绸和香料，还将一种致命的病毒带回到了本土。感染者无比渴望吃到他们最爱的美食大脑。末日降临，上百万人因此丧命，同时活死人大军也彻底崛起。为了活下去，幸存者建造起了100英尺高的城墙，将整个伦敦城围了起来，同时还开凿了一条30英尺深的皇家运河。自那之后，英格兰的贵族们逐渐离开了伦敦，再次回到了附近的庄园中，而僵尸也逐渐进化。他们学会了隐藏身份，混迹在人群之中。可无论他们如何掩饰，总有人有办法将他们找出来。而其中一种就是腐蚀苍蝇。如果周围有僵尸，那将会无所遁形。达西官职上校，他同样也是一个熟练的僵尸猎手，平时主要负责清剿那些被感染的达官贵人。男人的女儿已经被感染了，而这里也即将变成人间炼狱。此刻，班纳特家族的庄园内，这里的主人正欣慰地看着自己的5个女儿，他们都在父亲的要求下前往了中国河南少林寺学习武术，也因此在这个丧尸横行的世界里，姐妹5人能够不依靠其他人来保护自己。而她们之中，伊丽莎白的天赋是最高的，但班纳特太太只希望她的女儿们能够嫁到富裕之家，而不是整天舞刀弄枪。这天，小镇上将举办一场盛大的舞会，于是，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，姐妹5人开始精心打扮。她们之中，阿珍和伊丽莎白已经到了适婚的年纪。班纳特夫人期待2个女儿能在今晚给她找到一对金龟婿。舞会上，那些太太们都在为自己的女儿们物色帅气多金的优质候选人。这时，一个年轻男子的出现引起了他们的讨论。小帅家族底蕴雄厚，而且对方也准备结婚了，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另一半。就在这时，达西缓缓地走进了舞会，这样那些太太立刻将话题转到了他的身上。达西的富有不是小帅可以比拟的，整个德比郡一半都是他的财产。这也难怪那些太太们看见他时两眼发光了。他与小帅是好友，就在2人叙旧时，小帅的目光被一道美丽的身影深深吸引。阿珍的笑容如同春风拂面，让他心动不已。看着小帅向着女儿们走来，班纳特夫人十分激动。小帅直奔主题，他想要和美丽的阿珍共舞一曲。此刻，阿珍也被眼前的男人深深吸引。看着2人离开的背影，班纳特太太非常开心，她又将目光锁定在了达西的身上。这一刻，伊丽莎白被达西吸引了。就在她独自想念达西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。她很快就听出了对方的身份，正是那个欺骗达西的庄园女主人。对方此刻已经变成了僵尸。没等僵尸把话说完，脖子以上就消失不见了。枪声将其余的4姐妹以及小帅等人吸引了过来。紧接着，无数的人尖叫着从建筑内跑了出来，里面出现了大量的僵尸。5姐妹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。当达西和小帅赶到时，却发现已经没有他们什么事了。5姐妹在狮群中翩翩起舞，优美中隐藏着无尽杀机。僵尸一个个的倒下。这一刻，达西心跳加速。伊丽莎白是那么美丽非凡，轻盈的身体让人喜爱，强壮的手臂不失女性的柔美。几天后，阿珍收到了小帅的来信，对方邀请她去庄园做客。原本阿珍想坐马车的，可老母亲担心即将下雨，那样就无法在对方家中留宿了。最终，她不得不独自骑马离开。一只僵尸挡住了他的必经之路，受惊的马匹丢下阿珍独自逃走了。他轻松地躲过了对方的攻击，并干净利落地结束了僵尸的生命。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不远处一只僵尸缓缓转过身来。当看见对方怀中的小僵尸，阿珍无比震惊。对方一步步地靠近，紧接着迅速地冲到了阿珍的身前。不久之后，伊丽莎白急匆匆地赶到了小帅的家中。当他出现的那一刻，达西显得非常紧张，他从未如此窘迫过。但伊丽莎白此刻更关心姐姐的情况。阿珍从昨晚开始发烧，直到现在依旧没有退烧的迹象。达西担心阿珍会变成僵尸，于是在房间里放出了几只腐蚀苍蝇。嗡嗡的响声让伊丽莎白本就急躁的心情更加焦躁。在医生看完伤口后，明确地告诉2人，阿珍并没有被咬伤或感染。这一刻，2人总算放下心来。第2天，班纳特夫人接走了阿珍和伊丽莎白。在回去的路上，他们碰到了一群僵尸，一家孤儿院沦陷了，里面的孩子全部成为了活死人。虽然几人对此感到悲哀，但他们却无可奈何。也是这天，班内特庄园迎来了一位客人克林斯，也是伊丽莎白等人的表哥。按照当时的法规，女人是无权继承财产的，所以这座庄园在老班内特100年后将由克林斯继承，而他到时有权利将5姐妹赶出这里。克林斯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阿珍表示心中的爱意，他想要迎娶对方，但立刻被班内特夫人拒绝。他可不想丢了西瓜捡芝麻。之后，一行人准备前往住在城市中的姨妈家。此刻，小镇上十分热闹，一批新的驻军来到了这里，带领他们的是一位英俊的军官乔治，而伊丽莎白也和对方聊得非常开心。小帅看见阿珍已经痊愈，表示今晚会在小镇上
举办一场前所未有的舞会，以此来赢得阿珍的芳心。这时，伊丽莎白看向了乔治和达西，从两人的表情中品出了不同寻常的味道。原本这场特意为阿珍举办的舞会应该会成为一段佳话，但却被两件事破坏了。第一件就是醉酒的班纳特夫人酒后吐真言，而正巧又被最不该听见的人听见了。阿珍嫁给小帅肯定能让妹妹遇见其他妇人。第二件事，他们没有找到自己的父亲和小妹。就在伊丽莎白四处寻找的时候，小帅出现了。他在寻找自己的管家。就在对方打开门的瞬间，小帅被打晕了。伊丽莎白同时面对多只僵尸，这些家伙是孤儿院的孩子，他们是被一位新朋友带进来的。显然，人类之中出现了叛徒。就在这时，达西出现了。他的刀法和他的性格一样没有废话。这天，乔治要带伊丽莎白去一处很特别的地方，他从未带别的活人去过呢，这引起了伊丽莎白的兴趣。两人跨过通往中路的大桥，来到了一处经历岁月的古堡，而里面正有乔治给伊丽莎白准备的惊喜。一位牧师正在给下面的信徒传道。下一刻，两个女孩转了过来，竟然是两只僵尸。就在他想要反击的时候，一旁的乔治立刻阻止。这一刻，伊丽莎白才发现这里坐着的所有人竟然全部是僵尸。之后，牧师将提前准备好的猪脑分给了这些信徒。乔治也告诉了伊丽莎白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，只要这些感染者不吃人脑，他们就不会完全转化成僵尸。乔治带伊丽莎白来就是为了告诉她，只要彼此相互了解，人类和这些能够沟通的僵尸达成协议，那这场战争就能够结束。此刻，伊丽莎白非常震惊，同时也相信皇室一定会愿意尝试这种方案。第二天，伊丽莎白的好友夏洛特找到了她，他要和克林斯一同觐见凯瑟琳夫人。就在觐见凯瑟琳夫人前，一幅油画吸引了伊丽莎白的目光。僵尸末日预言中的四骑士他们出现时，真正的末日就会到来，这让伊丽莎白若有所思。出现在这里的不止他们，还包括了达西以及乔治。他试图让凯瑟琳夫人相信战争是可以结束的，只要和那些僵尸坐下来好好谈谈。但高傲的凯瑟琳夫人根本不相信这个男人的话，她单凭他的单方面说辞，就试图在凯瑟琳夫人这里筹集资金。除了伊丽莎白外，其他人只是将她当成了小丑。忍无可忍的乔治带着一脸不忿离开了庄园，毫无睡意的伊丽莎白独自来到了室外。午夜的微风给人一种阴冷的感觉。就在这时，她前方的迷雾中隐隐出现了一道身影，在对方走近后才看清他的样子。看见对方的那一刻，伊丽莎白还是很开心的，而乔治更是将达西做过的事情说了出来。这些事情已经在伦敦的少爷圈传遍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达西找到了伊丽莎白，达西努力地组织语言，想用最美好的词句来表达对伊丽莎白的爱意。可给人的感觉却有一种施舍，仿佛在说我看上你是你的荣幸。他被毫不留情地拒绝了。伦敦已经被狮群彻底包围了，无数的僵尸袭来，他感觉背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操纵和指挥这些僵尸。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越来越多的僵尸尽量困在城墙之内。这天，伊丽莎白的家中就发生了不幸的事情。乔治看无法骗走伊丽莎白，便蛊惑起了他们的小妹莉迪亚私奔。年幼女孩又如何经得住乔治的花言巧语？于是两姐妹踏上了寻找妹妹的道路。但在经过大桥时，看守人员告诉他们，英格兰剩余的所有炸药都安装在了这座大桥上，明天的黎明时分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引爆。但即使如此，他们也不得不去。这时，伦敦最后一批撤出的达西和小帅等人已经来到了附近。不远处，达西正在清理落单的僵尸。伊丽莎白出现了，她将自己此行的目的告诉了达西。伊丽莎白将前往那处古堡拯救妹妹。然而不幸的是，5天前达西亲眼看见那里被轰成了废墟。这个消息对于坚强的伊丽莎白来讲是沉重而悲痛的，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失去至亲之人的感觉。可伊丽莎白不知道的是，达西为了不让心爱之人身陷险境，独自来到了古堡。在这里，他看见了那4个身穿礼服的人。从戴着面具来看，他们很有可能是已经变成僵尸的人类。达西进入古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僵尸喂食，抓住这个机会救出了莉迪亚。另一边，伊丽莎白也即将到达古堡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了马蹄声，正是他的小妹莉迪亚，但却没有达西的身影。而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庞大的尸潮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阿珍和小帅焦急地看着大桥的另一端，希望3人尽快出现，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此刻，达西正在和乔治决斗。经过一夜的厮杀，他们终于决出了胜负。但一切并未像达西所想的那样结束。他之所以迟迟无法打败对方的真正原因是，乔治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成为了僵尸。这一刻，达西终于明白，原来他想要当僵尸的王，但现在知道这些已经没用。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。危机关头，伊丽莎白出现了，同时斩断了乔治的右手。而另一边，对于莉迪亚的请求，小帅根本不理会，他不得不下令炸桥。就在命令下达，尸潮即将靠近的那一刻，达西和伊丽莎白的身影终于出现，但剩下的只能看他们的运气了。爆炸声充斥着整片天空，两人在火焰中疾驰，他们的身影消失了，大桥被阻断，无数的僵尸坠入下方。伊丽莎白惊恐地看着周围，而达西的呼吸也越来越弱。万幸的是，2人并没有掉下去，他们成功地冲到了另一边。自那之后，
僵尸在仅剩的土地上彻底消失，班内特一家和许多幸存者搬到了凯瑟琳夫人的府邸，这里成为了整个英国最安全的地方。在经历过磨难之后，终于传来了一则喜讯：小帅和阿珍将在今天举行婚礼，这也将一直以来压抑的气氛冲散。一群不请自来的宾客出现在了远处的平原上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乔治。他带着无数的僵尸前来祝贺两对新人。一场生与死的终极对决彻底爆发。